係各位網友，嗱，呢條片啊係講即係大陸最近推出呢個措施出嚟，想救第四季嘅經濟，就係撥咗5000億人民幣出嚟。咁但係咧就外國嘅觀察家嘅金融分析師發覺大陸嘅壞賬咧就好犀利。我哋睇睇呢個 situation。好啦，嗱，呢隻 Q10 抗氧化維生素啊，呢個唔使講噶啦，你又係上網 search 就知道 Q10係做乜嘢嘢噶，係令到你嘅粒線體充滿翻活力啊！你個人充滿咗活力嘅。呢個240粒噶吓，呢個係488蚊，有排食，咁又係賣呢個特價600折，488蚊。近期公布經濟數據咧，中國經濟前景咧有個陰影，尤其是乜嘢咧？固定資產投資啊，係好大鑊。你知中國3駕馬車呢個消費、出口、固定資產投資，其實最重要嘅就係固定資產投資。內需咧，中國嘅內需咧係比起人哋嚟講係少好多。中國內需咧佔中國經濟嘅 GDP 咧大概40%到。美國係60幾70個 percent 嘅，香港70幾個 percent。凡係先進嘅經濟體咧，一定係內部消費佔咗極大嘅比例嘅。呢個係中國就唔係，就係固定投資。今年1至8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咧，只係得0.5%。如果固定資產投資得0.5%，你經濟點樣增長5%咧？不但止遠低於市場預期，亦都較前7個月顯著放緩。其實好重要嘅原因就係2大原因。第一就係房地產啊，即係我好中意上網睇嘅，睇到我好恨嘅。大陸啲樓平到係，即係喺珠海惠州啲樓咧，70-80萬，2000幾3000尺，有花園，精裝修，呢個係幾抵啊！即係如果咪有政治問題咧，我就搬翻去住嘅。呢個係你一起好晒，裝修好晒。數據反映出，不論係民間或者政府都唔肯投資。如果仲係咁咧，5%嘅經濟增長咧係冇可能嘅。要扭轉投資疲弱，推出新嘅刺激，喺9月底推出。呢個月底點解咧？10月開4中全會，佢一定要喺開4中全會之前推出，等個經濟啲數字好睇啲，開會嗰陣時咧容易交代啲。呢次工具嘅總規模係5000億人民幣，會透過國家開發銀行、農業發展銀行、進出口銀行呢3間各有政策性銀行執行。大家要知道，大陸嘅體系係咁嘅，先有人民銀行，人民銀行就管全國嘅貨幣嘅民銀根供應，下邊有3間政策性銀行係負責推動某啲政策嘅嘢，國家開發銀行。好多係管國際上一帶一路啊，呢啲係好多係國家開發銀行、農業發展銀行同埋進出口銀行吓，呢3間就會發動一啲呢個政府嘅財政同埋貨幣政策作為原動力。舉個例，即係咧佢係曾經準備咗3000億俾嗰啲地方政府嚟到買翻嗰啲房企嗰啲樓嘅。愛嚟做呢個保障性住房嘅，但係佢哋唔會用啊。地方政府唔想做呢啲嘢，資金嗱愛嚟做乜咧？呢5000億數位經濟、digital 經濟、AI、消費基礎設施。乜嘢叫消費基礎設施？我都唔係好明。消費基礎設施即係整啲文娛中心啊啲咁嘢。農業發展其中一部分指定要喺私營部門，唔好再擺落國企啦。投資數位經濟，數位經濟使唔使你投資咧？我都唔係好明。數位經濟唔係嗰啲互聯網企業做嘅嘢咩？人工智能 AI 梗係啦，呢個就係吓。好啦，我再解釋俾大家聽。總共5000億人民幣，5000億人民幣幾多錢咧？使多5000億人民幣。中國嘅 GNP 係130萬億度，佢呢個咧係0.4% of GDP。如果純粹喺第四季，希望第四季呢樣嘢可以
因為佢有個乘數效應，希望拉動1至2% 嘅 GDP。呢5000億係承辦銀行、國家開發銀行、農業發展銀行、中國進出口銀行，下邊咧就6大商業銀行啦。政策性銀行發行金融債集資嚟到借俾佢哋，借俾邊度咧？發改委就係篩選邊啲 case 准借，佢就借啲錢俾佢哋，將呢5000億借俾地方政府，嗰啲 item 咧就要發改委批准，然後財政部給予貸款貼息，即係點講啊？即係咧你要借3厘咁樣樣，唔係財政部津貼你1厘利息，等你嘅利息平啲。因為有財政貼息較低嘅利率，就減輕地方政府嘅付息壓力。因為咧，其實借錢嘅就係地方企業，兼顧地方財政嘅可持續性，槓桿效應明顯，可以充當投資項目嘅資本金。大陸全部都係咁嘅，即係等於4萬億嗰陣時咧，佢係呢4萬億掟落去，就作為資本金。地方政府做一個 project， 4萬億呢個中央政府撥咗3000億俾佢，咁有3000億本錢。3000億本錢咧，地方政府又揞1000億出嚟，咁就砸地揞啦。咁然後咧就再問嗰啲銀行借多啲來，結果嗰4萬億咧係搞出幾十萬億出嚟嘅，帶動信貸增長。嗱，呢個就叫槓桿效應下。喺貨幣政策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大派定心丸，一定貨幣供應一定寬鬆。佢強調中國嘅貨幣政策係以自我為主，兼顧內外均衡，即係唔會受美國影響。即使美國因為通脹問題唔減息，中國都會減息，唔完全跟隨聯儲局，自己揸主意。從新型金融工具同央行嘅寬鬆表態，佢而家一套準財政加貨幣政策嘅組合拳，希望托住第4季，因為第4季嘅數字實在好大鑊，我話俾大家聽，因為嗰個 uncertainty 好強啊！大陸個經濟係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淨係2樣嘢你就知道。第一就喺東南亞好多大陸貨係鎖死咗喺度，因為佢哋驚嗰啲大陸貨就係洗產地轉去美國。咁於是咧就東南亞扣住咗啲大陸貨，大陸貨去到美國咧，有時咧嗰啲東南亞貨櫃去到美國咧就俾美國海關扣住啦，此其一。第二咧就係剛啱呢幾日咧，波蘭咧就封鎖咗中國嗰條鐵路，中國嗰條中歐鐵路咧係經過白俄羅斯，經過波蘭，然後去歐洲嘅。因為呢個俄羅斯嘅無人機入侵呢個波蘭，波蘭咧就話個邊境好危險，將個鐵路封鎖咗，中國啲貨去唔到歐洲。中國有幾多貨去歐洲咧？咁樣係呢個5000幾億，5000幾億，其中270億係經呢條中歐鐵路嘅吓。而家呢個係中斷咗，啲貨咧堆積如山。呢啲咧都係第4季嘅隱憂嚟嘅。市場普遍預測喺10中全會前後，就係呢啲政策落地嘅關鍵窗口期，降準降息，一定再降準降息。而係正係政府加大信貸投放咧，中國銀行體系微觀層面咧出現咗麻煩。日經新聞嘅報導，45間人哋好有心機睇嚟嘅，整咗45間上市銀行嘅財報，個人消費貸款嘅壞賬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飆升。即係乜嘢咧？呢啲係個人 credit card 網上信貸呢啲咁樣嘅消費貸款個壞賬大增。我講俾你聽，即係假如你係冇咗份工咧，你就供唔起樓，咁你唔想供層樓，你唔想斷供層樓，以免俾人收層樓啊？咁你就去碌爆你啲 credit card 啦，係咪？碌爆 credit card 咧就變咗個人信貸嘅壞賬就前所未有咁增加。你冇咗份工嘅咁做，
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嘅不良個人貸款暴增 12.3%， 好犀利喎，增加 12.3%， 驚人嘅8410億人民幣1萬億度。嗱，我哋睇下 overall 嘅壞賬率，佢話就升 4.7%， 地產都係升 4.8%， 個人貸款咧升 12.3%， 呢個增長速度遠遠超過銀行整體不良貸款嘅 4.7%， 甚至仲衰過房地產。呢個房地產咧，啲人唔係咁容易斷供㗎，因為咧房地產咧啲人驚你收佢層樓啊嘛，呢個係。穆迪分析師警告，為嗰啲信用較好嘅消費者咧，佢就唔借錢喎，保住自己勒住籮柚喎。喺度積極問你借嘅咧，都係還尾嘅，所以銀行資產風險急升，嗰啲借客越嚟越差。好多間二線銀行仲大鑊，譬如華夏銀行嘅個人不良貸款半年內暴增 24.7%， 問題非常突出。工商銀行、農行、交行零售不良貸款增加 20%， 顯示風險快速蔓延。大陸冇辦法，佢嗰套徵信制度咧，佢嗰套 credit 制度咧係好危險嘅，因為咧就係唔能夠準確地控制到呢個人嘅信用係點，而借幾多錢俾佢嘅。呢個係工商銀行嘅不良貸款1200幾億，呢個農行亦都1000億。建設銀行嘅不良貸款增加 14.5%， 中銀 19%。喺經濟放緩同埋高失業率咧，普通民眾嘅收入水平揾錢揾少咗，還款能力更加低咗啦，於是構成新嘅金融風險。好啦，呢個就係消費貸消費貸。除咗個人消費咧，房地產依然係不良貸款嘅第一來源。嗱，我可以講俾你聽。表面根據官方統計數字，房地產由高峰呢個2021年到而家呢4年跌咗30%，實際上咧呢啲二手樓尤其是差少少咧，係講跌咗6-7成嘅，跌咗6-7成嘅啲樓係。咁呢個房地產梗係大鑊啦。部分銀行嘅數據更為驚人，譬如青農商行嘅房地產不良貸款由 7.17% 飆升到 21.32%。即使國有大行相關嘅風險攀升，中國銀行同工商銀行嘅房地產不良貸款率超過 5.3%。更值得警惕嘅，一向被銀行視為最優質嘅個人房屋貸款，6大國有銀行嘅不良率亦都全部上升。本來最穩陣嘅嘢就做房貸噶啦因為你又有收入又有房屋噶嘛。香港都係嘅，去到啲樓跌穿好多咧，啲友都繼續供樓噶。點不知呢個嘅壞賬率都大升。分析認為，居民收入增速放緩，房價波動，部分借款人咧因為經濟壓力或者心理預期咧選擇斷供。一斷供咧你就大鑊啦！一斷供咧佢就收樓咧就拍賣你間樓。係用7成嘅價錢拍賣，如果一賣唔出咧，又下次咧又7成嘅7成，咁一路拍落嚟嘅。咁而家呢咁嘅市場咧，拍賣咧成日都冇人買喎，呢個就係。咁然後咧，你就要還翻你爭佢嗰筆錢，同埋嗰個賣咗樓嗰個額之間嘅差額，你要還翻俾佢。然後咧就仲有律師費啊，同埋所有拍賣嘅費用咧，都係你俾嘅。一方面係各類貸款嘅壞賬不斷增加，另一方面利率維持低位，銀行嘅淨息差已經降到歷史低點。嗱，我哋睇下淨息差跌到落0咁滯，呢個淨息差，呢個淨息差呢一個咧就係不良貸款，不良貸款升，淨息差跌。呢種不良貸款飆升，利息收入並存，就令到銀行體系嘅盈利能力達到好危險，冇錢賺，好多壞賬。盈利能力下跌，銀行好難撥錢出嚟彌補啲壞賬，尤其是對於
資產質素較差嘅農村商業銀行更係雪上加霜。今年到而家執咗幾多間銀行？300間。呢啲地方銀行執咗300間，就係通常都係由嗰個銀行保險基金嚟到埋單，形成咗當前中國經濟政策最核心嘅矛盾。宏觀層面要銀行放水，微觀層面唔放得，一放呢就係收唔翻。政府呼籲金融機構借多啲錢出嚟，但銀行認為壞賬背後嘅深層原因係居民收入承壓，放貸越多風險越大。嗱，你要知道啊，大陸咧，如果你喺間銀行做嘢咧，個貸款係終身制嘅。咩叫終身制啊？你退咗休都係喺你度噶，嗰條數唔還咧，你就係要你嘔翻啲花紅出嚟，同埋咧整到你周身蟻嘅，係要終身負責。你批嗰啲貸款係。所以咧，你係好大鑊嘅。你批貸款嗰時係榮鼎集團嘅主管，中國嘅就業同居民收入數據咧不可靠，但都走弱。而壞賬飆升就係最直接嘅體現，證明佢話啲就業唔錯，居民收入數據唔錯，全部都係假嘅。北京咧而家要穩增長，又防風險，走鋼線，但係刺激政策如果冇辦法有效提供居民收入咧，最後只係製造更多嘅壞賬。即係你冇辦法令到經濟旺盛，啲人賺多啲錢，你借多啲錢俾佢，咪變咗壞數。呢個就係嗱，我哋睇下中國嘅消費額係幾多？中國嘅消費貸款呢個就係個人消費貸款21億，消費金融貸款、服務消費領域貸款啦，加埋呢個係27-8億度啦。整體中國經濟130億，呢個27-8億，呢一個係20%。好啦，房地產就幾多咧？嗱，我講俾你聽，房地產真係大鑊嘅，房地產即係跌咗呢個整體嚟講，好多樓都跌咗6-7成，真係咧就變咗白菜價錢嘅。呢個係個人住呢個供樓嘅37.74%。呢個就開發貸借俾嗰啲開發商嘅13.81億。好啦，其他房地產經營裝修物業貸款估計係1-2萬億。然後企業用房地產抵押貸款40萬億。大家明唔明呢度係乜嘢啊？呢個就係其他房地產經營裝修物業貸款，其實咧就係借俾嗰啲房地產愛嚟裝修嘅錢，然後咧好多上市公司好多大公司上市公司，佢問銀行借錢嗰時咧，就將佢哋嗰啲寫字樓大廈嗰啲咧拎嚟抵押，呢度佔咗40萬億啊！呢個合計係90至95萬億，呢個係呢一個整體。中國房地產係90萬億，中國整體嘅 GDP 係130萬億，係呢個房地產係唔見咗60-70億嘅。呢個就房地產相關貸款明顯係中共金融體系最大嘅風險，合埋佔咗總貸款嘅40%，200幾萬億嚟講佔咗40%，消費貸佔1%，但信用卡車貸係無抵押或弱抵押嘅，呢個大鑊。車尤其是車貸呢個，企業用房地產抵押嘅貸款大概40萬億咧，係灰色地帶，公開資料好少，但係呢部分正係房地產一旦出事最容易變成黑洞嘅來源啊！呢個就係中國嘅 situation。好啦，嗱，呢個係攞植物嘅配方嚟到刺激你嘅黑激素，係令到你瞓得好，調節日夜嘅3重助眠力。呢個喂，呢一個30粒一個月133蚊啫，呢個褪黑激素，你上網 search 下知噶。買5000蚊送一個旅行套裝俾你，係有4件頭嘅，包括咗日頭用嘅、夜晚用嘅面膜啦、洗手啦，呢個就係同埋精華素，送個亞精胺俾你，等你精神奕奕，同埋甜睡眠，瞓得好係健康嘅一大資本。
好，呢段講到呢度。好啦，嗱，有新嘢7折啊！呢一隻而家減價俾大家，新保健產品韓國 Formbio 嘅腸道輕盈酵素 ，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主要由法羅小麥提取。法魯小麥係一種未混種過嘅古老穀物，源自意大利，營養含量極高，含有豐富嘅蛋白質、纖維、維他命 B3、鎂、鋅、鐵。法羅小麥咧被稱為被時代雜誌列為世界上50種最健康嘅食物之一。比較營養成分，膳食纖維咧就比白米高342%，比香蕉高295%，蛋白質比白米高214%，比香蕉高600%。法羅小麥製造嘅酵素主要嘅功效在於促進消化，增強腸道健康。佢能夠幫助去宿便，促進消化吸收同代謝，增強腸道健康，使腸道更加輕盈。韓國 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含有澱粉酶及蛋白酶。澱粉酶係一種消化酶，主要功能係將碳水化合物分解成為較少嘅糖分子，好似葡萄糖，以便身體吸收利用。蛋白酶係一種能夠催化蛋白質水解嘅酶，主要嘅功效就將蛋白質分解成較少嘅肽或者氨基酸，因而促進蛋白質嘅消化吸收同新陳代謝，同時亦都參與多種生理反應同調節機制。韓國 Formbio 腸道輕盈酵素加入咗丁酸梭菌，係一種益生菌，主要功效係促進腸道健康，並可能對於免疫系統產生正面影響。佢能夠產生丁酸，呢個係一種對腸道細胞有益嘅短鏈脂肪酸，同時亦都能夠抑制有害菌嘅生長，維持腸道嘅菌叢平衡。此外，丁酸梭菌被認為係有抗炎作用，有助於增強腸道屏障嘅功能。丁酸梭菌亦都能夠產生維他命 B、維他命 K， 並有促進食物消化吸收嘅作用。如果有人問益生菌同酵素有咩分別呢？我會咁樣比喻，酵素就好似清潔工，能夠幫助你分解食物，等個腸道蠕動，將宿便清走，讓腸道變得更加乾淨通暢。而益生菌就係守護腸道嘅健康好菌。當腸道環境清潔咗啦，益生菌就能夠更好地繁殖同發生作用，修復呢個腸道內壁，提升吸收力。簡單嚟講，先用酵素打掃乾淨，再讓益生菌進駐，腸道自然健康，營養吸收亦都會更加好啦。每包2個 gram 含有澱粉酶120萬個單位，加蛋白酶396個單位，法洛酵素132 mg， 同丁酸梭菌50 mg， 30包，每日1包，1個月嘅份量。